ISFJ 是比較利他主義者，我覺得算，我好像是為別人而活，有这个感覺蠻重的，從小到大。然後他們也是一部分完美主義者，希望自己可以超越到他人的期望，但同時他們也很少要求別人認可他們所做的一切，他們更喜歡是在幕後默默的奉獻。這一點你有嗎？大家好，我們是橘子樹生活，陪你一起過生活。我是一時，我是曹操。我們老大阿杰呢，坐在我們山褲頭前面看我們錄音。今天呢，我們有找了一位來賓來和我們一起聊一下今天的主題。我們來歡迎阿騰。嗨，大家好，拍手，拍手。好，那今天為什麼會邀請他呢？原因是因為我們今天聊的主題就是 ISFJ 人格。你最近有測你的 MBTI？就是沒有變，大家有點緊張。ISFJ 的人格都蠻害羞的。我們知道了阿騰的人格是 ISFJ， 所以我們想說邀請他來一起和我們看一下關於 ISFJ 的一些介紹啊，或者一些網絡上討論的東西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這樣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呢會分成4個部分來討論。第一個部分呢是 ISFJ 的人格的基本介紹，然後第二個部分呢是 ISFJ 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介紹，然後第3個部分是關於 ISFJ 這個人格的5個小祕密，然後第4個部分呢是一些關於ISFJ 的一些文章，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跟分享。那我們先從第一個部分 ISFJ 的基本介紹開始。ISFJ 呢又稱為守衛者人格，是佔人口最多的人格類型。用一段話來形容 ISFJ， 可以這樣說：愛只有通過分享才能成長，只有把它送給了別人，你才能擁有的更多。會講這句話是因為 ISFJ 是比較利他主義者，你覺得算嗎？我覺得算，蠻準的。我都會以別人為主。對，就是利他這個東西好像就是在我身體留着，我好像是為別人而活，有這個感覺蠻重的，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子，我都會盡力滿足他們的需求。哇，對，大善人。我們最近需要業配，然後呢，關我什麼事？然後這種人格通常是非常的勤奮敬業，對周圍的人有深刻的責任感，而且堅持傳統。我覺得傳統這個詞蠻準的，對於我認識的阿騰來說，你覺得呢？80%的感覺。那堅持傳統是指你會堅持什麼？就是我覺得有些創新的想法，我會覺得還蠻難以接受，需要一點時間。像什麼事情啊？虛擬貨幣哦？對，類似，不管什麼事情都有啦。就是我會覺得，在我認知的範圍內，然後有新的知識進來，我會覺得還蠻衝擊的。出自於我對這個東西很好奇，我才會去才 OK， 特別想要去了解對，前提是你要有興趣，對，我要特別有興趣這樣。那如果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是有開放式關係，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世界終於封成我不認得的樣子了？對，就是開始聽到我會覺得說，哇，怎麼會這樣啊？這世界太瘋了。對對對，我覺得這個對，但是我還是已經接受了。現在我會覺得說，OK， 這好像是已經是很正常的事情了。然後他們也是一部分完美主義者。一般來說，足夠好是無法滿足他們的，他們要到完美，然後希望自己可以超越到他人的期望。但同時，他們也很少要求別人認可他們所做的一切，他們更喜歡是在幕後默默的奉獻。這一點你有嗎？算是有。你不想被別人誇獎，還是還好就是算是比較低調一點。如果今天有人就是給你高調誇獎幹嘛，你是不能接受的？我會很不好意思呢。你說登報表揚？對，我會很不好意思，就覺得沒必要這麼誇大，對啊。但是你還是希望別人發現到你做了什麼事情，對不對？對，他們可能心裡知道就好，但是也不用。心裡知道，你要怎麼知道他有在知道？我希望他們心裡知道就好了。要怎麼表現？你覺得是你可以接受的？我會觀察，我很容易觀察這個人的情緒，還有現在他這個想法這樣子。但為什麼你都不主動去問呢？幹嘛都只要觀察？這跟我個性蠻像的，就是比較被動，就需要他們主動來問你。對對對，有没有很有感覺啊？你也是內向派。我是不喜歡，但你也想要被誇獎。被誇獎當然是開心的，但我是可有可無。我覺得可有可無，我也覺得蠻贊成的。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事，我是往對的方向做，那我知道我做這方向是對的，所以就 OK。好，那我們再回到 ISFJ 最後一點的介紹。ISFJ 也喜歡幫助周圍的人建立穩定、安全還有幸福的生活，而且在做的過程中，他們也會發現他們在做一些善事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，可以有更多的精力還有動力。會，不管是職場上或是朋友之間，主動去幫忙嗎？還是說不上主動啊？但是如果他們開口，即便我現在不方便，我還是會把我這邊排除完之後再去幫他們。Oh my god， 真假的？一定是使命必達。哇，你是好員工欸。我也覺得。你自己印象中你有做過最極限的事情是？可能我的同事他
迫切是需要我幫忙了，我這邊就會把我這邊事務先丟着不管，然後過去幫他，幫完他之後再回來做我自己做的事情。你說在加班做你自己的事情嗎？对啊，哇塞，对。那你有經歷過就是因為幫助別人導致於自己事情做不完啊？我覺得比較少，因為我自己會去衡量那個狀況。對對對，我會盡量讓自己達到那個平衡在啦。這是你本來就會的嗎？還是你是經歷過很多的經驗才養成了這個平衡點？覺得也是從小到大所以小時候是還是有內耗的狀況哦。求學時間還是會有，可能那個同台之間我幫他，可是我可能到時候好像你在瞎忙。对对对，你說分組報告，然後都我在做他躺分這樣。這個組團報告，我覺得這個對我是很重要。我會覺得說這個 OK， 如果他真的我跟他很好，他不做事，我也覺得好像也是這麼 OK 的事情。那我 cover 得過的話，我也覺得是 OK 的。對，就是這麼利他的。那我好奇，你會跟職場人當朋友嗎？我一開始在踏入職場之前，我會覺得好像很難，或是沒有必要。但是我踏入之後，剛好這個公司的同事都還蠻不錯的，但是也稱不上是朋友啦，因為他們年紀都比我稍長，都是當爸爸的人了，對啊，很照顧你啊，可以這麼說啦，因為我也是最年輕的，對啊，入職沒多久。好，那我們來到第二 part， 關於 ISFJ 的原生家庭，他們的家庭通常會有4個特點。第一個特點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，且他們會特別的優秀，或者是特別的叛逆，所以變成 ISFJ 會特別的聽話。第二點是家庭教育會通常以反省自己為主，千錯萬錯都是自己的錯這樣子的感覺。然後 ISFJ 的爸媽，他們通常不會是誇獎的類型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他們的爸媽也不會為他們出頭，會讓他們反省說是不是自己哪裡做錯了，導致於 ISFJ 長大後經常會常常的過度自省，而陷入了糾結啊，還有自我懷疑的狀況。第3個點呢，是他會被要求當一個乖小孩。小時候的 ISFJ 常常會被親戚誇獎說，你好懂事，你好聽話。但也因為這些誇獎，讓他們覺得長久的壓抑還有努力是沒有白費的，因此他們會更想努力的保持自己良好的對外形象。長久的累積讓他們形成了過度的利他主義者。第4點呢，是父母有一方是有控制欲的，且很少關注他們的內心世界，導致於 ISFJ 會為了不要讓父母不開心，會選擇完全按照他們的指示去行動。這個狀況讓他們的對外表現啊，還有內在的叛逆會不斷的在打架，導致於他們容易產生嚴重的自卑感，會覺得自己不夠好。大致上會分為這4點，你覺得這4點有中嗎？我覺得都有說中，差不多50%每一個點。那你覺得哪一個點最有感覺？3或4吧。我覺得這2點是掛鈎的。對啊，這2個其實也算是可以算同一個，或者說這2點是因果關係。那你剛剛說你會覺得這2點特別的有感覺，是為什麼？是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嗎？因為我媽媽這邊是比較有控制欲，從小到大都是她要求我怎麼做，我就該怎麼做。那我也是利他主義者發作，想達成她的要求，就是我需要實現她對我那個要求，我想要滿足她。也因為這樣，所以你沒有跟她講，比如說這件事情，她覺得要這樣做，但你覺得不應該這樣做。我覺得這很難溝通，因為他們可能那一輩的人也是這麼生活下來。對对對，他們可能覺得說我們都是這樣很 OK， 所以他覺得說他的小孩也要照着他生活方式走。那你覺得需要嗎？我覺得可能需要，可是可能那個程度不用那麼重。那這段期間，你有曾對他say no 過嗎？有啊，就是爆炸啊，就是吵架。那後來結果是怎樣？讓我自己的意識多一點，可能會照我的意識走這樣子。那他可能就是看到，可是他也不會講什麼。你那時候爆發是吵架嗎？還是怎樣？對啊，吵架啊。你覺得需要嗎？我覺得一定是需要，因為這壓抑久了，你就會一直悶在心裡，到最後可能憂鬱、抑鬱這樣子。那面對現在這4個課題，你目前有什麼解法嗎？溝通吧，好好坐着談，不能像我這樣子啊。我覺得我這樣子是很累的啦。可是你不是沒有辦法嗎？因為你沒辦法主動，跟你也不知道怎麼講這件事情，還是你是有辦法的？我比較難。通常這狀況的話，大家可以不妨去試試看關於諮商啊，或是關於人生教練這些服務內容。他們就是會請你們倆坐在這邊，然後會有一個人去引導你們去互相說出彼此的狀況，就會有第3方的人去引導跟溝通，幫你們把你們彼此之間可能想說的，或是不知道這個情緒是什麼，給講出來，讓彼此知道這件事情。因為其實說真的，溝通這件事情，它其實是一個很專業跟蠻複雜的事情，所以很多家長或是小孩，他們也會不知道怎麼講，然後後來就互相累積，互相誤會對方，然後後來就炸了。你會想嘗試看看嗎？一定的啊，如果從我這邊學習之後到我的下一代，我可能就不會對我下一代是這種教育方式。我覺得這很重要，就是讓傷害就停留在我們這邊就好了。對，就停在我這邊就可以了。對啊。好，那我們再來到Part 3，
關於 ISFJ 的5個小祕密，準備好了嗎？還沒，還沒啊，這樣還沒。第一點呢，他們會不經意的觀察周遭的人事物，對於周圍發生的事情啊，或是一些小細節、朋友、同事的情緒，他們都能察覺出來。一方面也是 ISFJ 的共感能力蠻高的，這個有點像是你剛剛講的觀察力很強，敏感度。你這樣算是高敏感人嗎？我覺得是，我也覺得我算是一個很敏感的人。那你要怎麼去隔絕啊？因為你也沒辦法管住別人的情緒，我就會迎合這個人給我的感覺，壓力也太大。對啊，但是這可能就是我一個社交能力。的確，如果以這方面來講是沒錯。可是你連朋友都會這樣嗎？不會，因為就是已經很交心的朋友，我覺得就已經讓我放下這個這個界限跟防備心。对对。然後第二點呢是傲嬌，跟朋友吵架的時候，上一秒還在說我不會幫你啦，結果下一秒自己還去跑去幫忙。你覺得你會嗎？這我不知道這可能要聽朋友他們的說法。有。你說的有是呢？怎麼樣有？你說什麼？我把他當做是那個什麼開車的工人，每次出去玩幹嘛都只會叫他。後來就有抱怨，可是他還是都有一直持續來載我。你應該去考個駕照了。不要，我不要。然後第三點呢是他們比較喜歡做事認真跟積極度高一點的人，你覺得有嗎？你會比較喜歡這類型的人嗎？對，我還是比較喜歡比較積極的人因為我也是對自己要求蠻高的。那一起共事的話，我覺得這個人比較懶散，那個心裡會覺得不公平。对对对。第四點的部分呢，就是他們通常不會回訊息，會有兩種可能，一個是已讀不回，因為工作太忙沒時間回，忙完之後也忘記了；或者是不讀不回，是忙到忘記看，或是他當下的心情不好，所以不想看也不想回。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不會回訊息的人嗎？這一點我覺得我比較不一樣，我都會回訊息，就是我可能不讀不回，他可能会不會對我這個人的想法會不會有改觀，或是不好的一些印象。对对，印象。但你心情不好的時候，你還是会回讯息？不會到不回，但是可能會拖比較久。大概多久？1年？是不會，可能也是1天之內就回他。即便是心情不好，但你為什麼都不回我訊息？我有回好不好？是你沒在回我訊息，你這個人比我更嚴重我就是不回訊息的。訊息很多，一下有工作，一下又有一大堆微博。我覺得這個不回訊息是一個借口。我覺得沒有，因為現在這個已經 2024年了，人手一直是手機就在你的手上，搭車啊或是走路，你一定會手機放在就是拿在手上，一定會跳出來，一定看得到啊，只是你要不要回而已。对啊，可是我們跳出來，我們当然可能要做其他事情啊。就是比如說我今天還要做可能剪片，或是要跟其他客戶聯絡事情，所以才有可能會導致於不會這麼快速回訊息，或是有時候可能先不回。第三方你是哪一派？我會回訊息。那你覺得不回訊息這件事情是 OK 的嗎？不 OK 啊，但你也不愛回訊息啊？我忙所以在自打臉哦。再忙，我一天下班回家，我都一定會一次回完。但是我沒有辦法相信那一種，就是2-3天回，然後跟你說。我真的太忙了，我覺得那個借口真的是太奇怪了。對啊，你有多忙？你又不是1秒鐘幾10萬上下的那種。但是如果你回的訊息是沒有很重要的讯息，那可以2-3天不回吧？應該沒差吧？因為那就是在閒聊啊，閒聊幹嘛每天回？還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幹嘛每天回？你們都沒有訊息焦慮哦？什麼訊息焦慮？就是太多訊息會感到很焦慮，沒辦法放鬆。不會啊，我覺得可能就是像剛剛曹操講的，就是可能下班那個時間點，一次訊息都回完，因為那時間就是你放鬆的點啊，你可能。那個情緒沒有那麼壓迫，你會沒有辦法回訊息，是因為你每次都在想，你這樣回到底 O 不 OK？對，我會這樣回訊息這件事情，我會非常認真，我就一直打就刪掉，打就刪，因為我不知道這樣打。我也會啊。你是怎麼決定你要傳下訊息？因為我就會卡在傳訊息這件事情，我會猶豫很久。猶豫什麼？就是說這樣打好不好啊，或這樣 O 不 OK 啊，這之類的。什麼？你又不知道談戀愛，一樣啊，或者這樣講會不合理，會不會太凶，或者是幹嘛的？想太多了，不然你工作怎麼辦？我的話其實也是固定1天內會把所有訊息回完，基本上小屁啊，基本上我也隔，我也很少隔到2-3天啦。是嗎？這不好說。是吧？我回你訊息，我最少1天內就回了吧？屁啦，哪有啊？我什麼時候沒有回你訊息？像這種人，我可能就不會再跟他聊天，就是那種你要回不回，我會覺得說 OK， 你這樣對我，那我們就沒什麼好聊了。真難聊。你不是利他主義嗎？可是你這個。因為你沒有在就是你沒有在尊重我，或者是想怎麼講，就是沒有一個平衡點。比起見面，你會更想要訊息嗎？因為你訊息不回，但我們還是可以見面啊。就見面的時候再聊不就好了？你的意思是說，我們2-3天後就要見面了，那我現在開始不回你訊息？對啊，不然你沒什麼話題可以聊啊。什麼對？他這樣不對吧？不是啊，你要留一些話題在見面的時候聊啊。一見面會聊更久，而且更頻繁啊，不是嗎？我相信應該不止我這樣，應該蠻多人都這樣。但我也相信很多人像我這樣啊。你怎麼有自信這樣想？有啊，沒關係，到時候我們那個留言下面，好，我們大家留言一下，你是
認同訊息要秒回的那一派，還是訊息可以很多天再不回？沒有到秒回，1個小時內要回這樣子。好，大家可以底下留言。最後一點，內耗專家他們容易因為一些突發事情而感到焦慮，接着呢就會覺得事情是不是沒有做好，或是怎麼做會更好，然後就會開始陷入一個內耗的循環。也因為他們十分重視責任感，所以常常會因為不必要的責任感而感到內耗。你會嗎？我應該有，像剛剛講責任感，別人賦予我一個任務，我就會盡量滿足對方。如果做不好，我可能回家心裡想說，我是不是沒有做好？你這樣子時間會持續多久啊？不一定可能2-3小時都會哦。如果這個事情這麼很嚴重或者是很大的話，因為我沒做好的話，對，我一直想蠻久的。工作上如果你出錯，你也不會嗎？其實我也是蠻內耗、蠻嚴重的類型。我也是這幾年不斷的調整啊，就知道告訴自己說這件事情不會有一個正確答案，所以其實也不用這麼的責怪自己。第二是，我們都是人，我們一定會有犯錯的時候了。如果因為這件事情有不斷的內耗，反而會使我們沒辦法去好好處理當下的事情，就變成說我要先處理掉我自己情緒，這樣反而會再拖累到別人。OK， 然後我們來到第4點，文章分享。今天要分享文章是找到自身的價值，對 ISFJ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最近在工作上頻繁得到主管們的認可，有種自己默默付出的努力有被看見，這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有成就感，因為一直以來他都是默默付出型，別人的請求也是盡力做得好，能幫到別人他就心滿意足。過程中當然也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見，但是他又不會主動的邀功，只覺得那是我應該做的，所以當自己的付出不被珍惜時，他就會瘋狂的內耗，覺得自己沒有價值。現在的他有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，雖然還在摸索的路上，但也比較能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部分。我們不一定要跟別人一樣，或是一定要達成什麼成就，只要自己有在努力，就一定會肉眼可見的進步。是金子總有一天會發光。那你聽完之後，你有什麼感想？有點像是在說出你的心聲的感覺嗎？我覺得有。時代變化太快，對，真的好快哦。一些比較創新的想法，或者是新的東西，人事物會一直慢慢衝擊我們原本的想法。對啊，像我們這種想法沒有這麼快跟上時代的人，我會覺得有點焦慮。慢慢來就好，真的不用急。這在時代就是訊息太快了，導致於大家會覺得自己來不及，就過度的緊張焦慮。其實慢慢來，有時候走的還比較快。好，我們來玩一個小遊戲。我們有準備幾個關於 ISFJ 常見的一些個性啊，還有問題，我們來快問快答一下。來吧。好，第一題，情緒和講話的語調你會平穩還是起伏明顯？起伏明顯。那第二題，會在意身旁的人對於自己的看法嗎？會還是不會？會啊。那你會容易遷就他人，還是以自己為主？遷就他人。對於八卦，你會十分有興趣，還是不感興趣？這一題還好中間不行，你再選一個，快點啊！3、2、1，不感興趣。那社交的時候，你會主動認識人還是不主動認識人？不主動認識人。那我們來到最後一題，身旁的人如果有情感的問題時，你會忍不住幫忙，還是關我屁事？會幫忙啊。那我們來公布答案。你覺得你自己大概有對幾題？我們一共有6題，你覺得你會對幾題？可能5題吧。你很準你對5題真的像你講的，你就是幾乎全對。你只有1題不太一樣，是那個情緒和講話語調。他們說一般的 ISFJ 會比較偏向於是平穩，他們比較不會讓自己情緒這麼的大來大去。那你為什麼會選擇是起伏明顯？因為我覺得我會藉由這個情緒起伏來表達這個事態的嚴重性，或者是這個我要講的這個事情是比較平靜的，還是比較認真的，或者是可能是生氣、憤怒之類的。那這個問題應該問的是，那你一般和人互動或講話的話，應該會是，但是比較平穩。對了，應該是這種類型。對啊，那個情緒上面會改變了。那我們今天討論就差不多討論到這邊嘍。希望這次的討論對大家會有幫助。大家如果有其他關於 ISFJ 的問題想要發問啊，都可以私訊我們啊，或是寄 Gmail 給我們。那 Gmail 的鏈接我們會放在主頁的下方。我們除了 Podcast 之外，我們也會上傳影片版在 YT， 搜尋橘子樹生活就可以找到我們嘍。然後喜歡我們的話，記得幫我留下5顆星的評價、按讚、訂閱。你是分享也是可以，然後開啟小鈴鐺。那我們橘子樹生活陪你一起過生活，我們就下次見嘍，拜拜，拜拜。阿杰那聊不過來，他們一直在那邊咬我們的布，拜拜。